好辽阔啊！现在是从向导要到鹰岛中间的水面的部分。哇，这桥还蛮长的，这就是鹰岛大桥。好，看到这个就是通往生口岛的生口桥，这个比较短。好了，坐了1个多小时的巴士下车了，这边再走个700公尺到今天要下榻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应该会先寄放行李。那再去借脚踏车，或者是吃东西。看一下这边的海洋，濑户内海，看起来很热啊，但是其实不会热，它是太阳很大，但温度其实不算高，非常的辽阔，太漂亮了。到了，我先来寄放行李吧。我先休息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先放行李箱的。现在我已经先寄放行李了，然后非常的新啊，都闻得到那个建材很新的味道。那行李寄好了，那我就要先去骑脚踏车了。OK， 想不到又在他们的邻里小路间穿梭，即便是在这些岛上，整个样式其实也都很一致啊。整个日本都是这样子。濑户田町观光案内所。好，刚刚去导览中心借了这一台电动自行车，那下午5点之前就要还的，就尽量骑吧。这一台电动自行车1天这样子4000日元，那我选了个黄色。好，出发。现在在蓝色这一点嘛，那我在生口岛的左上方，预计是先骑到生口桥吧，预计啦，不一定，然后再往下走，顺时针看能不能绕个1圈。不能的话，看中途可能会看到什么点，或许会耽搁或者是改变计划。好。现在应该是生口岛的北方了。第一次骑这个电动脚踏车，原来它是你还是要踩，但是你踩的时候呢，它会帮你使力，会轻松很多。这长辈都可以骑啊。看一下我的脚踏车。哎，こんにちは。来哦，看一下比较近的生口桥。哇，近看就蛮大的，远看小小的。下一个人旅行哦，要自拍就是这样子，自己要去 settle。好，我现在画面进去了，那我又要去自拍了，哈哈哈。这是 glamping， 生口岛上这个 glamping，
哇，晚上在这边看星星吗？然后左边是这样子，绕出去吧，蛮大间的耶。然后来记录一下这个经过多多罗大桥的样子。从桥底下看还是蛮壮观的，可是等不到夕阳了，因为5点前就要把车子还了。刚刚已经把单车还回这个观光案内所了，在5点之前大概10分钟左右，算的真的是刚刚好啊。中间也有一些拍拍照啊，就是录影啊，稍微逛一下，但时间也没有空的很多，算是抓的刚好，大概骑了2个半到3个小时吧。西欧马吉商店街。我以为很热闹，我来查询一下，现在还有什么店在营业的？毕竟也不是周末，也不是连假。不过他们的黄金周已经快要到了，届时我就已经回高松了，哈哈。我又遇到了没有什么餐厅营业的时间了，现在也才5点半吧，5点半多吧。可能因为不是周末，不是连假，没什么餐厅啊。本来想碰碰运气，到住的地方看看他们自己的餐厅啊，还是一些贩售的东西会有晚餐，完全都是没有的。所以我现在要走900公尺去看一家还有营业的餐厅，希望不要放点我啊。哇，这夕阳真的很漂亮。等一下一定要好好吃一顿，如果没有被晃点的话，点多一点，连个超商都没有啊！我都忘记了，原来这边毕竟是个岛啊，不是大城市啊，只是这些众多跳岛中的其中一个，也不小啦。但是骑单车也2个小时，就这样子逛完一圈了。我还是骑电动的，走到海边来看一下，珍惜一下这个蓝天啊。好像明天只有一半会是晴天，之后就是阴天了。真的是平静的水面，毫无波澜，等着夕阳下山。
あれだからな、マーク今日の。我们走回去的路上，边看一下晚霞，再看一下这边的渔船吧。想不到这一天这么快就结束了。骑单车可能就2、3个小时吧。有做到的事情比我想象中来得少。我吃完晚餐出来，正好赶上了最后一波的晚霞，也是最精华的时刻。只是时间很短暂啊，没有把握好。觉得这个水面特别的平静，而且很辽阔、很优雅，很像我们台湾的离岛，曾经去过的马祖，也是个渔港，然后没有其他的光害吧，也没有太多的人潮，就是这么的平静，看着一些人家的灯火。哇，有些人在这边钓鱼耶。看来这几百公尺都是我一个人走路了，特别的安静。这你自然没有好到一个程度，怎么敢这样走？真的是万籁俱寂呀！终于到了。